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今天繼續 Tony 開講，要談的主題是中華民國在台灣1959年，民國48年的歷史。1959年台灣發生的大事，應該就是8月7日發生的87水災。從8月7日到9日連續3日，台灣中南部降雨量累積達800至1200毫米。87水災有多慘呢？根據政府的統計數據，台灣43%的農地受損，36%的農家受到損害，大約30萬民眾無家可歸，需要政府的救援。順口溜，我小時候就記得，它還成為當時兒童的順口溜。我小時候就熟悉這樣的順口溜，例如77事變我死過，87水災我淹過，99乘法我背過。當然77事變、87水災我都沒有經歷過，我只有背過99乘法表。87水災固然是台灣這一年發生的重大大事，但是沒什麼好評論的，因為老天爺要如何颳風下雨，我也不能評論它的是非對錯。而這一年另外一件大事是在中國大陸發生西藏抗暴事件，中共撕毀與西藏的和平協議，出兵西藏，迫使達賴喇嘛出逃印度，成立流亡政府，訴求西藏獨立。這個事件其實與中華民國在台灣沒有什麼關係了，當時政府也無法作為，也沒有能力干預。中華民國政府能做的就是透過行政院的蒙藏委員會，協助安排流亡印度的藏人來到台灣定居。不過當時流亡在印度的達賴喇嘛對中華民國的好意也不領情，為什麼呢？因為西藏訴求西藏獨立，而中華民國政府認為西藏是中華民國固有的領土。當時即使已經在1921年獨立的外蒙古，到了1959年，都已經經過38年了，依舊被中華民國政府視為是屬於中國的固有領土，歸屬於行政院蒙藏委員會管轄。這種昧於事實的態度，當然也為中華民國自找麻煩。例如，獨立多年的蒙古人民共和國想要加入聯合國，卻因為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5大常任理事國，握有否決權，因此蒙古想要加入聯合國，中華民國當然不同意。1961年，蒙古再次申請加入聯合國，中華民國依舊堅決反對，美國政府苦勸，蔣介石總統也不肯同意，最後美國政府只好使出一些外交小手段。當時美國總統甘乃迪派遣特使到日本，邀請主張台灣獨立的廖文毅前往美國白宮訪問。這個明顯的政治動作，終於迫使中華民國政府態度軟化。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在蒙古入聯案投下棄權票。1959年，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已經10年了。當年遷台時，蔣介石總統喊出的口號“1年準備，2年反攻，3年掃蕩，5年成功”，早已過了時效。既然中華民國實質控制的領土只有台澎金馬，無力改變現狀，那麼就應該嚴肅地面對現實的處境了。什麼是現實的處境呢？就是2次大戰之後，許多新獨立的國家先後加入聯合國，而他們大多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所代表的中國席次，遲早會遭到挑戰，而且局勢越來越不利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，美國康龍學社受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託，在這一年1959年9月提出了美國對華政策白皮書的8項建議。這8項建議是：1. 取消對中國大陸禁運； 2. 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； 3. 設置台灣共和國。台灣國是否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，應由本地人民公投決定。4. 建議中國、日本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，台灣為普通會員國。5. 重申美國協防台灣義務不變。6. 台灣軍隊退出金門、馬祖，當地居民自行決定其國籍選擇。7. 台灣共和國成立後，美國會協助願意回到中國居住的居民。8. 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，並與之通商。
後來當中華民國在聯合國面對中國代表權逐漸失去優勢時，美國政府確實對中華民國政府提出2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建議，不過當時遭到蔣介石激烈的反對而無疾而終。後來的發展大家都知道了。1971年10月25日，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第2578號決議，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，承認其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唯一合法代表。後來很多的歷史評論都評論蔣介石當年堅持漢賊不兩立的立場，不肯接受美國的建議，錯失良機，而導致後來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，而被國際社會孤立。我以前讀到這段歷史的時候，也不免這麼認為。不過我後來探索正式政權在台灣的歷史，就逐漸明白為什麼當年蔣介石會如此堅持呢？這個問題300多年前在台灣的正式政權就曾經面對過。正式3代在台灣經營了22年，而主要統治者就是鄭成功的兒子鄭經，他統治長達19年。當時正式政權與日本貿易活絡，鄭經還自稱東寧王國的國王，以此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簽訂貿易協定。然而鄭經在台灣卻始終繼續使用大明帝國的年號永曆，與大清帝國為敵，而不願在法理上真正獨立成為東寧王國。1670年左右，鄭經開始規劃以艦隊征討馬尼拉，若此事成真，菲律賓可能從此成為東寧王國的領土。不料後來中國發生三藩之亂，胡三桂、耿精忠、尚之信起兵抗清，於是鄭經立即放棄攻打馬尼拉的計劃，轉而派兵反攻大陸。這場反攻大陸的作戰最後以失敗作收，鄭氏政權因此元氣大傷，鄭經從此意志消沉，間接導致後來政權的覆亡。當我們讀到這段歷史往事，或許會感慨，如果當時鄭經能夠利用大清帝國發生三藩之亂，胡俠攻台，趁機攻打馬尼拉，驅逐西班牙人，那麼可在17世紀建立一個雄視東海至南海的東寧王國，控制當時東亞的海上貿易通道。但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。300多年前，鄭經的為難之處，正是1959年蔣介石的為難之處。當年追隨鄭成功前往台灣的士兵，並非真心想要移民台灣，而是以台灣為復興基地，希望有一天能夠反攻大陸，驅逐韃虜，恢復中華。這些士兵大部分都是閩南人，他們的父母或妻子、親戚都在大陸故鄉，他們當然想回鄉與親人團圓。只不過故鄉淪陷了，被異族滿洲人佔據了。如果當時鄭經宣布台灣獨立為東寧王國，不再尊奉明示，等於是承認大清帝國統治的合法性，那麼正式政權在台灣的將士就會軍心動搖。既然不再抗清，那麼他們可能會選擇返回故鄉，與家人團聚了。而同樣的，當時如果有反攻大陸的良機，而鄭經卻拒絕，反而派士兵去攻打馬尼拉，那麼將士也會質疑這樣的命令呢？1959年的蔣介石總統正是面臨與鄭經相同的處境。當時最效忠蔣介石的人，是1949年與他一起渡海來台的軍民，他們並不是真正想移民台灣，而是暫時避難於台灣，視台灣為復興基地，希望有一天能夠返回家鄉。當時台灣雖然已經有數百萬世代定居於此的台灣人，但蔣介石的政權並非來自這些人的授權，他的總統職位是由1947年在中國大陸選舉出來的國民大會代表所授權的，而這些國大代表是終身職，要反攻大陸之後才會重新改選。倘若當時蔣介石總統接受美國2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安排時，那麼他統治台灣的基礎會立即動搖，而當海峽對岸的中國
不再是竊據大陸的共匪，而是合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時，那麼這些1949年來台的軍民，可能就會選擇回家與父母、兄弟、妻兒團聚了。後來的歷史演變也證實了，確實有這種可能。當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，蔣介石逝世，反攻大陸終於無望時，一些忠黨愛國的老農民，穿着印有想家的背心，走上街頭遊行請願，請求准許返鄉探親，最終迫使政府開放大陸探親。而即使多年之後，中華民國在台灣實質逐漸朝向一中一台的方向發展，然而仍然有人難以接受，而轉而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，而為難台灣。更何況在1959年時，蔣介石總統帶着軍民來到台灣，才10年而已。他若接受美國安排的2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方案，等於是承認失敗，且會立即動搖他的權力基礎。假設如果在2026年的今天，美國政府提出像康龍白皮書這樣的政策時，那麼情況就完全不同了。因為中華民國在台灣從1949年到2026年，已經有77年的歷史了。換言之，現在在台灣，77歲以下的國民，絕大多數都是在台灣出生的，家鄉就在台灣，是不會有落葉歸根的情感糾葛。例如我們的總統賴清德、行政院長卓榮泰，就是這一年1959年出生的。立法院長韓國瑜是1957年出生於台北板橋。國防部長顧立雄1958年出生於台北市。參謀總長梅家樹1961年出生於桃園中壢。或許他們的祖籍各不同，但都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。而1959年蔣介石時代的5院院長及政黨要員，全部都是出生於中國大陸，都是1949年國共內戰失敗，追隨蔣介石來到台灣的外省人。他們都心繫故鄉，也盼望有一天能夠重返家鄉，但他們不願意投共或是投匪。而萬一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被視為是合法政權，而台灣在當時走向獨立於中國之外，那麼他們的心情絕對難以接受，甚至會動搖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認同。這是蔣介石在1959年面臨的選擇困境，所以他選擇如非權弊，寧棄勿捨。用通俗的話來講，就是寧為玉碎，不為瓦全。這是蔣介石總統在1959年面臨的難題，苦思無解。而這個問題直到今日，依舊困擾着這一代的台灣人。我個人則認為，這個問題所以依舊存在，是因為中華民國在台灣至今的歷史只有77年而已。等到中華民國在台灣延續到177年的時候，這個問題自然就會消失了。我今天的同理開講就在這邊結束，謝謝收看，我們下一年下一集1960年見，拜拜。